三家已成过往，新的暗河即将走向彼岸。既然命运如此，那便挥剑斩断。不死，不休！这只是一柄剑而已，为什么必须要得到它，才能执掌暗河？苏沐雨，有的事情不能强求。李城主，我不会随意出剑的，可是我遇到了你。曾经的暗河或许没有存在的必要，但我们想建立一个新的暗河。新的暗河。黄泉道盟，世上最神秘的钱庄和世上最神秘的杀手组织，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秘密？在我们面前装神弄鬼，把他们都给我杀了！谁先了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。做噩梦是正常的事，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
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，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芷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，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？
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墨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，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的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，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
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社校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。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。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，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小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
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童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。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，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
明明当上了那一阵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，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，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三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三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三道暗器是哪三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三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至于是哪三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，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三道暗器中的第一道——千道精明。宇哥，你又有什么把戏？真的要杀我吗？同样的媚术，第二次不会再有任何的作用。告诉我你们大家长此行的目的，我留你一命。我都说了，我不会什么媚术。如果你心若是有动，那便是真的心动。妖奴，胡言乱语！哎，等等，
你能不能换一道暗器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么多针一起扎我，死的未免也太丑了些。你能不能换一道，让我死的不那么丑的，或者你能死的好看些的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血玫瑰。你现在看它虽然是银白色的，但是当它扎入你的身体之中，血液就会流入花瓣，将其染成鲜红色，很美。你就是暗河朱影团首领魁，伤得如何？你要是再晚来几步，我可能真的就没命了。用千珠之阵困住他。你剩下的暗器有机会再见了。宇哥，刚刚专属你那只寻踪蛛突然兴奋了起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在附近。还好你来得及时。伤不要紧吧？没有大碍。那个唐连月对我留了手，不然我可能真的已经死了。毕竟那是天启城4守护，站在武道顶端的高手。幸好你遇到的是他。玄武使唐连月一向很讨厌杀人这种事情。胡说。他对我留手，明明是因为对我一见钟情了。你对自己是越来越有自信了。真的？方才他还说我对他使用了媚术。宇哥，你说我会媚术吗？穆家女子多擅长媚术，不过你确实没学过。玄武使见色起意，见色起意啊！先不说这些了，昌河这一路派了不少人阻拦我，他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甚至还传信给了唐连月，这说明朱影之中有他的卧底。我们必须尽快回到大家长身边。宇哥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这个卧底可能是我？这个玩笑不好笑。这不是玩笑。我确实犹豫过，虽然直到今天，我还没有做过违背当年誓约的事情，可是宇哥，我迟疑了，我开始怀疑我们存在的意义。宇哥，你和昌河从小便一起长大，这一次。你们真的要向彼此拔剑吗？入朱影之时，我便立过誓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大家长的安危。我当然记得，入朱影乃是暗河弟子莫大的荣耀。等大家长身上的毒解，重新统帅3家，苏家主自会收回成命。到那时，我们俩便不必拔剑相向了。来者何人？苏家，苏沐雨。所谓何事？这个任务，我不能接。哦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说过有人敢直接拒绝提魂殿派下的任务，就连大家长也不能更改我们的决定。你有什么理由拒绝？我不想接。这岂由得你来决定？可我知道你的理由。洛南太守张太成，传闻之中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，
南方水灾，各州府没有不贪污赈灾粮的，可唯有他开仓赈灾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贪污之事上报了天启，逼迫天启城派来了督察官，这才让众多百姓活了下来。这是个好人，所以你不想杀？放肆！提魂殿手术一到，便是皇帝你也要杀？什么好人坏人？你是刺客，不是圣人。我不接。哼！传信给苏家的家主，把他论作叛徒，直接杀了！杀了！杀了！苏家那老儿不肯杀，我去。莫急莫急，你看，这不是有另一位朋友来了？参见三官。苏昌河，代号送葬师，苏家崛起的新秀，不逊色于苏沐雨。不逊色，那就是还比不上。你来此何事？苏沐雨是我的好兄弟，他想给提魂殿提一个他接任务的规矩。我兄弟说他有3不接：屠戮满门的不接，不知缘由的不接，不想接的不接。而我苏昌河来此，也想立一个规矩。你们两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和我们提魂殿立规矩，大家长都没有这个资格。看来今日提魂殿才要跟你们立一立规矩。二官且慢，我倒是想听听看，你要立的是什么规矩？我要立的规矩就是，所有苏沐雨不想接的，我都接。前几日你也去提魂殿了，你去做什么？自然是帮你谈判啊！哎，你嘴太笨了。提魂殿又不是大家长，他们只认规矩，不认你手里的剑。难怪他们似是默许了我的3不接。哼，那是自然，我的口才向来很好。说不听就揍到对方听，这么看来，口才自然是很好的。哼，你莫不是和他们打了一架？我只是跟他们分析了一下利弊，提魂殿也会算账的，杀了你对他们没什么好处。哼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答应了提魂殿什么条件？你有你的办法，我有我的办法，你信我便是。剑破九霄，断纷扰，斩离愁。这宵禁不平事，与君上九霄，这便是当年施剑仙一剑成名的九霄城。一剑劈开九霄啊，那只是个传说。大家长，你也是用剑的，你年轻时没想过来九霄城看一看？寻常人的剑是剑，暗河的剑是凶器。更何况，我年轻的时候并不用剑，剑法是后来才学的。大家长，你年轻时候叫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
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，在暗河中是一个禁忌。不过，告诉你我的名字也无妨。我姓穆，在成为大家长之前，我叫穆明策。穆明策。这便是所谓的朱隐巢穴。朱隐在北离和南绝都设有这样的巢穴，每一处都是易守难攻的堡垒，所以很多人不想我们做那归巢的支柱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想来杀我？是谢家的人。丑妞，不必讲出来。大家长，既然他们敢动这个手，咱们就没必要再给他们留什么情面，杀便是。穆家和谢家居然联手！他们竟然布下了天网阵！天网阵，别看！快住！丑牛，还没死。大家长，你不是说这马车刀枪不入，机关无数吗？为何不用？来不及了，人已经进来了。人？是繁花呀。许久不见了，请大家长恕属下身体不便，便不与您行礼了。痨病鬼，你这病深入骨髓，神仙都治不了。是啊，我注定是个将死之人了，所以才敢这么直截了当的来见大家长，不怕大家长治我的罪。那么你到此是想与我说些什么呢？大家长坐在这个位置已经很久了，如今又身受重伤，不如顺势退下来，颐养天年，将这些琐碎烦心的事情交给正直壮念的人来做，难道不好吗？正直壮年，你说的是谢霸吗？我谢家家主这些年为了安和尽心尽力，自然是最好的人选。那若是我拒绝呢？这番话便只能冒犯了。你们想要的，无非就是我手里这把面龙剑。手握面龙剑，才是暗河真正的主人。原来你知道啊，那么你也应该看到，如今握着这把面龙剑的人是谁。既然这把剑还在我手里，那么这个暗河还是我说了算。
魂香。师长，不好，他用内力护住了这炷香。大家长，大家长无碍。我们走。谢繁华不可能拿到引魂香，是穆家人给他的。这引魂香不是什么难解的毒，只是没想到大家长出身穆家，现如今穆家却也如此不顾情面。成了大家长，便不再是3家人了。没想到，大家长的内力竟如此深厚，能强行将引魂香的毒素逼出来。逼出的并不难，只是12时辰之内，我无法再行运功。是你？你来了？谁带你进来的？朱影中每一个人都是你亲自挑选的，你不相信他们？我更相信结果。他们一直都忠诚于你，你不该怀疑他们。但是你犯了一个错误。什么？他们忠诚于你，但不代表忠诚于大家长。若他们觉得你的选择错了，应该也会想办法让你走上正确的道路吧。今日就到这儿吧，苏沐雨。你身边有很多惊喜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申爷，就当我求你，不要拉他。我差点都忘了你们是好朋友，但我刚才差点被他给杀了。抱歉。不是说这朱朝严丝无缝吗？那他怎么能够轻易潜伏进来？应该是有内奸。申姨放心，我会处理。方才你都看到了吧？鬼宗部还有3针引线。只看到了3针引线，没想到神医还会鬼宗部，那门功夫怎么了？还挺难练的。你难道就不想问我些什么吗？神医对我们暗河的了解，早就超过了常人的范畴。我想这其中，除了老妖王和大家长的渊源之外，定然还有其他故事。但这都与今日之事无关。我只需要确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神医确实是在努力寻找医治大家长的方法，对吗？是。我会竭尽全力治好大家长。那我也给神医一个承诺：从今日起，直到大家长痊愈，只要有我苏沐雨在，便不会有任何人伤得了你。除非我先死了。你们暗河的话能信吗？听说你是无名者，那在进入暗河之前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无间城。无间城，就是那个号称用剑无敌，却一夜覆灭的剑之城。不是说城中所有人无一幸免吗？听说神医爱听故事，若有幸度过此次难关，我便和神医讲讲我的故事。桃儿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神不知鬼不觉的。这座朱巢我来过几次，如何潜入其中，自然十分清楚。我倒是忘了。这里一共36处机关，就算是绝世高手来了，也很难生还，除非来的人对这里的构造无比清楚，比如我。可即便是我，有一处地方也是不得不经过的。哪儿？这里。这里是整座朱巢的阵线，躲开那36处机关的办法一共有4条。
可每一条都必须要经过这里。昨夜我经过这里的时候，并没有人，而你是负责把守这里的人。你当死！告诉我背叛的理由。桃儿，你比谁都清楚，大家长所中之毒无人能解，就算解了，他也活不了几年。他应该让位。你走吧，永远不要再出现。桃儿，直接杀了大家长，取走灭龙剑，那一切就能提前结束了。我并非真的不会杀你。你护不住所有人的。该放他走的。你是暗河的魁，若论在暗河的地位，你比我高不知多少，不必对我行礼。叛离朱营，是暗河最大的罪。可只有活着，才能治别人的罪，不是吗？以如今的情形，暗河大家长都能被三家合力追杀，那些规矩还有存在的意义吗？我与你见过几次，也听说过你不少的传言。据说你在提魂殿中有一个称呼，叫三不接，屠戮满门的不接，不知缘由的不接，不想接的不接。我在暗河待了一辈子，你是我见过唯一的一个能和提魂殿提条件的人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也有个说法，所有苏沐雨不想接的，我都接。这事他瞒了我很多年。是苏长河吧？送葬师苏长河，据说他的剑法不如你，但他送葬师的名号却比你执三鬼要使人闻风丧胆得多。你能有这个朋友，很不错。我知道，但暗河的人并不需要朋友，朋友只会使你握剑的手犹豫。苏沐雨，你一个靠一本残谱就能复原18剑阵的天才，没想到你却是一个愚蠢至极的人。前辈何解？你想做一个好人，而身为刺客却想做一个好人，这难道不是世间最好笑、最愚蠢的事情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无论你们俩谁活着出来，都能进苏家。可是如果你们两个人一同出来，
便是破了我们暗河的规矩，都要死。我知道。17号，杀了你身边这个人。我不会杀他。我们2个人都要活下去。好，好，危难关头，尚不愿弃旁人于不顾，你们还真的是一对好朋友。我们不是朋友，刺客是不应该有朋友。可若我们都入了暗河，那便是家人。既是家人，又怎能弃之不顾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快杀了我吧！别犯傻了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若要动手，那我便杀了你。住手！大家长，大家长，小子，你今日所做之事，是在挑战暗河的威严，也是在挑战我的威严。你们2个人，你觉得暗河值得为你们破一次规矩吗？值得。哦，我们2人在3年之内，定会成为这暗河100年来最优秀的刺客。整个暗河都将因我们而改变。好小子，你这话我记住了。白痴，剩下1天，我已经死了。规矩的存在就是用来被打破的。暗河这100年来破了不少的规矩，但都是建立在破坏者的实力足够强大的前提下。我今日可以为你破一次规矩，并为你进行观刑之礼，但你须得向我证明你的实力。愿接大家长一剑。若我死了，那走出鬼窟院的便只剩他一人，还请留住他的性命。若我还活着，还请大家长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你很重情义啊，请大家长赐剑。好。你记好了，我赐的不仅仅是那一剑，也是你之后的命运。你愿意接受我的恩赐吗？多谢大家长。3家之中，你想去哪一家？我和他都要去苏家。好啊，从今以后，你俩就是我苏家的家人。还真让你这傻子给做到了。
有些事情，我想尽力。临行前，我给过你手令，你可以调遣苏家所有的精锐，但好像你并不珍惜这个权利啊。就连苏哲，也是我替你派出来的。是昌河不想让苏家与朱颖正面冲突，这样会坏了老爷子的名声，又会白白损坏苏家的精锐。不过方才我差点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回来了，所以老爷子，请相信我，10日之内必替你取回绵龙剑。混账！老爷子有话好好说。拔剑干什么呀？我说过要杀人了吗？说出来老爷子可能不信，这把剑是他刚刚自己出来的，对吧？对。你呀，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我希望你这一次也别让我失望。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我问过苏哲，他说他睡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去朱巢探了探路。就你一个人？苏家在九霄城埋伏了那么多精锐，为什么不用？是不相信他们，还是担心他们看穿你？老爷子哪里的话？我是去探路，又不是去杀人。虽然你不是个东西，但整个苏家最有可能做成这件事的，只有你。我再给你点时间，把事情干好，干得漂亮一点，别辜负我对你的期望。哦，对了，这苹果是为你削的，吃吧。恭送老爷子。